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修读书学医学，我是慈济大学医技系慧茹老师。今天这个单元，我们一起来学学可能对一些人比较陌生的，但是在 ABO 血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概念哦。这个主题叫做孟买血型。孟买，相信不少人可能还有点印象，孟买它是位在印度，而孟买血型的发现呢，其实真的跟孟买是有一些相关性的。首先是在1952年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呢，他为了要救病患，他不断的透过交叉试验要来找寻，可以符合病患的一个血液。那不断的找，其实 ABO 血型这个频率应该很快可以找到他适合的啊。结果这个医生找了大于160个捐献者，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来自于孟买的捐赠者哈，然后可以这样进行一个输血的动作。后来他去验证，原来这个人也不是 A 型，也不是 O 型，也不是 AB 型，居然是这个罕见的孟买血型。但是什么是孟买血型呢？好，那我们从遗传学的角度先来认识一下孟买血型。孟买血型呢，它是我们原本认识的这个 H 基因的小的也就是没有这个属于体染色体的这个隐性的一个 trait， 所以呢，我们就会把它写成小 h 的 genotype， 也就是它没有发挥引扣出来一个大 H 的一个 transferase 来进行。好，那会怎么样呢？好，先说一下，其实一旦鉴定出来它是孟买血型的时候，他没有身体上的任何不适哈，只是说，当这个孟买血型的人一旦有输血的需求时，他只能接受一样跟他属于孟买血型的人的捐赠者的血，只有这一点有点差别，不然平常日常的生活并不会因为我鉴定出来是亚孟买，听说很罕见，就会发生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并没有，只有在输血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注意。在这边呢，我们再回忆一下 ABO 整个抗原形成的过程，很像串那个糖葫芦，一个一个的糖基不断的把它串接上来，而形成了 H 抗原，或者接下来的 A 抗原、B 抗原。所以呢，在当中我们发现了，刚刚提到，孟买血型是小 h 基因，而且属于体染色体隐性的这样的遗传的方式，因此就在前端。当 Type 2 precursor substance 存在的情况下，居然没有 H 的 transferase 来协助它转换成 H 抗原，因此呢就停在这了。它连 O 型都没办法形成哈，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孟买在 ABO 血型最终的状况。但是呢，其实 H 基因它的位置点，它的 locus 是在 chromosome 19染色体19号，它的 AB 血型的这个基因 locus 呢是在 chromosome 第9号染色体。那因此呢，如果刚好这个个体它拥有的是小 h 基因，但是呢它其实是有A 的抗原，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表示成 OHA 这样的一个撰写方式。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实验室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出它是这个形态，我们就要透过分子生物的测验来了解说，这个人身上的基因是小 h 以及大 A 的一个情况存在它的这个染色体上面。好，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哦。刚刚孟买我们讲了，在红血球上面它是小 h 基因的一个表现，因此呢，我们刚刚的糖葫芦串法又再复习一下。红血球上面是透过原物料 Type 2 precursor， 再加上 H 基因的帮忙，转移酶的帮忙，再透过 AB 基因转移酶的帮忙，才串接成 ABH antigen。而在分泌物上面呢，则是透过 Type 2的 precursor， 再加上 SE 基因以及 AB 基因的帮忙，才最后变成ABH 可溶性抗原的一个形成。在孟买里面会发生什么事？红血球上面的 HH 基因是小的，就是没有表现的。然后在唾液系统里面，它也是哦，它的 SE 基因的表现也是小 SE 也是呈现一个不表达的一个现象。因此，从这两条路径，在孟买血型的人的体内呢，H 基因、SE 基因都是 non-function 的，因此呢，它所有的红血球在 ABO 血型系统里面，它都会停留在它的一个 precursor substance 的一个面向上。
所以 O 也没有，也就是 H antigen、A、B antigen 也都没有哦。所以孟买血型的人上面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好的，那还有什么事情要特别了解它？万一有一天他要输血，到底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好，总复习。孟买血型，它的基因 genotype 基因型它是小 h，然后呢，它的身上因此没办法，红血球上因此没办法形成 H antigen， 那也因此无法生合成 A 或 B 的抗原。那你知道我们在做所谓的血球分型的时候，透过红血球再加上4剂的抗体来鉴定出它到底是什么血型，在这个地方啊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误会，所以我们常常称孟买血型也好像是一种伪 O 型的一个状况。加进去，因为跟 anti A 没有反应，跟 anti B 也没有反应，那不就是 O 型的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会造成实验室的一些判断上的一些mistyping。好。接下来呢，在这个血型的人身上，真的好像 O 型。O 型人身上也会有所谓的 anti A、anti B， 但是因为孟买的血型身上并没有 H antigen， 所以呢，相对应的血清也会产生所谓的 anti H 的抗体在他的身上。这个跟 O 型就有极大的差别了。O 型的体内并没有 anti H。好。所以呢，他目前也只能透过其他孟买血型的人来进行输用血品的一个方式。好，我先把刚刚复习的东西放在最上面大家当做背景知识知道。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听说 O 型血是万用血，那为了救人，那我就把这个万用血的 O 型血就输给孟买病患，刚好他需要输血，请问你觉得可以吗？哇，相信不少学员很认真的上下比对姿势之后，惊讶的发现，老师当然是不行啦。刚刚好像也些许的透露出来，他只能孟买血型的人，如果要受血的话，只能从另外一个孟买的人的捐血哈。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到一些细节。你看 O 型就表示红血球上有 H 抗原，这时候输到孟买的人身上，孟买的血型的人体当中可是有 anti H 这样的抗体，哇，那真的是 H 抗原遇上了 anti H 抗体，也就产生了非常激烈的这个免疫排斥现象哈。那因此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将传说中的O 型万用血输用到孟买的人身上，其实是不安全的一种做法。因此呢，如果一旦鉴定出来孟买血型，就只能真的是要再靠其他孟买血型的人来输用血品给他。里面的道理跟原理，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哦。好，接下来还有一件临床工作的事情要做。既然 O 型，怎么孟买血型鉴定上居然会长得很像 O 型？那我们临床上要怎么把它做区隔呢？我们先来想一想，我们看红血球上面有什么差别？好像不少同学也想得蛮清楚的。好，孟买人血型身上，因为它的 genotype 呢是小 h，所以上面没有任何的ABO 血型上面的相对应的抗原。那 O 型血型的人身上呢，因为带有了大 H的基因，所以呢至少都会有 H antigen 在红血球的上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实验室工作里面区别开它到底是 O 型还是孟买血型的人，这时候我们可以针对上方的这个 H 抗原呢来进行鉴定。因此呢，我们可以加入 anti H 的 lectin。那这个 lectin 呢是来自于植物的一个萃取液哈。然后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机制，可以协助我们在实验工作里面的鉴定。因此，如果发生这样的疑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 anti-H lectin 来协助我们鉴定红血球上面到底有没有 H antigen。好的，讲完了孟买，它还有一个好朋友叫亚孟买，加了一个亚字。
难道又是表达量比较少了吗？并不是。我们做一个表格，让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点。亚孟买呢，在红血球上面负责的这个 H 基因啊，还是小 h，跟孟买是一样。但亚孟买呢，在分泌系统里面，协助这个 Fucose 做转移的基因 S1，它可以是一个可以表达的情况，大 S1的基因。所以那就有点差别咯。但是差别的地方不在红血球，是在唾液里面。好，所以在血库工作里面啊，我们除了会拿病患的血液或血浆来进行实验以外，我们有时候为了区别孟买、亚孟买的时候，我们会来采用唾液这样的样品来进行实验。那在之前的一些报道里面，特别有出现这样的亲子纠纷。大家看一下这个 pattern。首先是一个 O 型的爸爸，跟遇上了一个目前鉴定起来是 O 型的妈妈，生下来一个小孩，是小女孩，非常可爱，然后是 A 型血型，那当然是引起了夫妇之间的一段的讨论。你爱我，我也很爱你，但是为什么会生出一个 A 型的呢？那时候，在这个研究报道里面也有一些亲子上面的纠纷。那后来其实真的很巧妙，就透过这样的血库工作加以鉴定，因为这个就有机会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会不会是有伪 O 型的状况出现？好，那就透过你看哦，是拿什么检体？好，唾液检体进行唾液试验。那这个唾液试验里面呢，透过鉴定之后，看看哪一个人的唾液里面有 H 抗原。如果是孟买的话，它的唾液里面不会有 H 抗原，但是如果是亚孟买，它的唾液当中就会有 H 抗原，因此而成功的鉴定出来，原来这一位妈妈她是属于亚孟买 A 型，生下 A 型的宝宝，当然就是非常正常，也符合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了。好哇，这个原来在血库工作当中，除了血液样品以外，也会拿到唾液样品来协助血型的鉴定。好，再接下来又多认识一种，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关心他一下。如果是亚孟买血型的人，有一天他要被输用血型，这时候有哪些血品可以选择呢？好，那因为它其实在大 S1的基因表现上是正常的，因此在亚孟买的人身上呢，它的 anti-H 的活性可能是非常弱的，或者是缺乏的一个状态。因此呢，它在输用血品的话有2种选择。第一个当然，那我就找亚孟买来输咯，这也是一种选择。那第二个呢，其实可以透过实验的方式来协助它找出适合的血品。举例说，如果是一个 A 型亚孟买的人，他需要输血的话，就可以优先选择 A 型或者是 O 型的 PEG-RBC 来进行交叉试验的比对，来企图找出它可以相符合的血带。在这边呢，我们所认识到的 anti-H 或 IH 这一大类的抗体，它基本上是属于 IgM 的一个形式。所以呢，基本上它不会在37度下呢来跟我们的 H antigen 反应，它最适合的反应的温度大概是在室温或者是更冷的一个情况下来进行。因此，如果我们在做交叉试验的时候，我们会这么做，就在试管先预热的情况下，也就是把它预热到37度C，然后我们再来做抗原抗体的交叉试验的确认，那我们就可以排除掉 anti-H 所带来的干扰跟实验的一些误差所以来帮助找出亚孟买的病患需要的一个血品。好，那以上呢，我们又多认识了 ABO 血型里面的相对比较陌生，但是又非常可爱的一个形态孟买血型。那它的特色就是小 h 的一个 genotype， 因此呢，在红血球上没有 HA、B 抗原，也因此在它的血清当中有相对应的 anti-H、anti-A、anti-B。那它也只能从孟买血型的人来进行输用血品。为了要分辨跟亚孟买之间的差别，就必须进行唾液试验的检查哦。希望透过今天的解释，能让你们更了解孟买血型。